来讲，我认为不是该不该催，是值不值得催。我认为不值得催，所以大家2个原因：第一个，好朋友很重要，不要随便用催钱伤害他；第二个，催了以后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就是要借出去更多。好，谢谢。哇，佩岑，你知道这是一个辩论节目。2位团长其实，因为他事先他不知道会站在哪边，然后他是要在现场经过选手的交流，他们把所有的话全部都说尽了之后，像康永和这样还要找这么2个角度出来，其实是个完善的。就康永哥说那定罪，我觉得貌似很有道理，其实是一个诡辩的一个角度。咱们就是个诡辩的节目。对，我知道，就是刚才说那个带兵那个特别不在点儿上，带兵一个将领管兵借钱，他一个社会地位的悬殊，他不应该交钱，他不是朋友，他是上下属关系，这跟朋友没关系，这完全是误导。说的特别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您请。那因为金星老师刚刚讲，我们借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好朋友跟你借钱该不该催？那当初我们要借这个好朋友钱的时候，无谓就是想要巩固我们跟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重视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很不想借，可是我们还是把这个钱借给你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跟你好朋友的关系能够维持。那但是催无非是我们想要他还，或者想要提醒他说你跟我借，你不要忘喽。那所以我们想要他还，可是他如果还不了，那我们催的这个动作，如果让我们的初衷借他巩固这个好朋友的这个过程，感情消失了。或许我们应该包容你催我，可是我真的没办法还，所以你一催我，我的感情就不对了。或你催他，他不还你，你是不是感情也不舒服了？我都催你，你还不给我，那这个时候就破坏了我们当初借他钱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有人问你，有人跟你借钱要不要催？要催，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这个人，可是有好朋友跟你借钱要不要催？该催吗？还要催吗？催还是有个时间点。你让我感叹一下先啊！其实你说什么我没听进去，但是我太喜欢台湾女生说话这个腔调。就是心心念念，一直在想着啊。对对对，我从3岁开始啊。我都没有想到，怎么他现在还不走啊？这个，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设计那么一个，就这3个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很熟悉，很熟悉啊。是在什么环境下会引起那么多联想呢？今天编导跟我说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让我提，对。是吗？好了，不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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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这样。专辑那么多歌，为什么只放这一首呢？对呀，对呀。这个名字我今天绝对不会提的，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这首歌是张学友唱的。好吧，好吧，别闹了，别闹了啊！我们又不是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节目，下流的节目是吧？对对对，佩岑小姐刚刚当了妈妈，还宝宝10个月是吧？对。宝宝，你看提到这个就特别高兴。有什么育儿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要听妈妈的话。哎呀，女神自己也豁出去了，大家就豁出去了。对呀，对对对。跟你们拼了啦，都来奇葩说了。对对对。马老师，你是不是该讲广告词了？对对对。我们每一次开始录像之前，我们要看一下我们那个广告商的钱到账没有。里面拿手机在查，到账了，啪，给我一个手势，我就开始说下一期的广告语。没有到账，这期就没有广告了。你念广告已经变成这个节目的特色，我没有听你念广告，浑身都不舒服。来，咱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还要回去，就是育儿经验的这个事儿哈，听妈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你愿意把它分享给昆凌吗？你怎么这样？这样好吗？
什么这样好吗？马都学坏了，马都学坏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马薇薇，我现在要说什么啊？你这样算什么男人呢你？把歌名都讲出来，快点！好，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啊，真的这。好了啦，进藏了啦。你的孩子长得像谁呀？这有问题吗？这个你的孩子长得像谁？你的孩子长得像，这有问题吗？我很确定，就是没有像马老师你。来，我们按照昆凌小姐的那个什么？我们按照佩岑小姐的那个嘱托，我们开始进入广告时间吧，好吗？好。其实你看，就是人呢很难，你过去有一些情感经历，有恩有爱，但是会被人提起来，提起来的时候自己也，所以有恩有爱，真的不如有范儿。欢迎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接的太好了！感谢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很难得，我们4个其实都是主持人，都做过访谈节目。就特别想问说，康永哥，你做访谈，最难访谈的人，就最不好对付、最讨厌那种人，嘉宾会是什么样的？难访谈的通常是有很多我跟他都互相知道的事情，就下不了手。他就不跟你好好聊天是吗？因为如果主持人跟来宾不熟啊，像你跟侯佩岑这样的，你就对他就猛下手，反正以后也不见面了，就没关系。那像我跟他熟的话呢，他上节目，其实真的知道严重的事就不好意思问。你平常在你节目里面真的不好问侯小姐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我忽然几乎要脱口而出，告诉你，你要不要随便聊一件你不想被人家问的事情？你们刚刚差不多都聊完了。佩岑遇到的就最讨厌的那种采访嘉宾是什么人？喝了酒的，像陈升，他如果喝了酒来上节目，我几乎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不管我在问什么。对，你有访问过喝了酒的来宾吗？高晓松啊。高晓松有酒量吗？啊，就没有嘛，没量就是啊，就你要是害他，就是上场之前给他一杯啤酒，就完蛋了，这个人啊。好，不提高晓松。倪老师现在做金星脱口秀。啊，在这个一个特别大的卫视平台上获得一个颇高的收视率。我跟你们仨比较起来，我算是比较稚嫩的了嘛。你们都是老。您指的是长相吗？没有，从各个方面啊。那我是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你要问我作为访谈者最讨厌什么样的人的话，就那种批本事没有，完了以后那种一瓶不满半瓶子逛的，就特能装那种。我也是做了好多年的访谈节目主持人，我最不喜欢那种就是话少的，就你问半天，他那儿你知道就是哎呦，我采访过他一次，真的，我真的采访过他一次。采访过他吗？我恨死他了。就是他他不说话是吧？就是啊，对他。你们以前是怎么聊天的？真的，当时我就恨不得过去，你知道，就是掐着脖子掰开嘴，灌一瓶雅哈咖啡。来吧，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要不然时间都快过去了。来，我们看一看本场第1道辩论题目。媳妇儿，我也想你。对，不是我再给你解释一遍，那1000块钱我确实是借给张小娇了。你看你怎么不信呢？我就是不好意思张嘴跟他要。是，你看我还能拿那1000块钱去找小三儿去啊？我今天肯定把这1000块钱要回来，好不好？你等我好消息啊！哎呀，许志一，你这找的都是什么破地儿啊？小娇，这上哪儿找去这地儿？坐。来，啊，你找我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那没什么事儿，我走了啊。别，有事儿。有事儿你就说，吞吞吐吐的。想跟你回忆回忆咱们俩以前一起做过的事儿。说的是哪一件事儿啊？就是你记不记得
1000，1001页，那本书我偷我妈钱买的，然后让你借去了，你没还我对吧？不是1001页，就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我想起来了，你失恋对吧？我陪你喝一宿酒，喝到胃出血是吧？那次不是，张小娇，我跟你直说吧，啊，你记不记得上个月我借给你1000块钱？我的天哪，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啊？你上个月从我这儿拿了1000块钱，你说你有用，你记我着急，对我着急问你拿了1000块钱对吧？对，你看你不早说，想起来没这事我都忘了。想起来了，哎，想起来我正好带了1000，我还你吧，好吧？你看你又不早说，等会儿。你刚才那1001页就是为了提示我这个事儿，怕我赖账对吧？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啊，张小娇，就是咱俩这关系，我要一说你肯定就马上就能还我钱，但是我就是不好意思张嘴要。有什么不好意思？咱俩是兄弟啊。是，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呢？是你不信任我，还是我不信任你？没有这意思。许知一，你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跟我学会拐弯抹角了，是不是？不是，许知一，这钱咱俩谁也别要。不是谁也别要。张小娇，你这人真有意思，你把钱扔了，你也少1000块钱；你把钱还我，你也少1000块钱。你为什么不还我呢？你这人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拿着，告诉你，拿着还我来。我告诉你啊，这钱我是绝对不会还给你的。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没问题，你跟我说，别说1000了，1万、10万我都可以给你。这钱不能给。不是张小娇，我确实有急用，你把1000块钱还我行不行？不还，你还我1000块钱。不还，那你借我1000块钱。想借钱呢？啊，那你早说不就得了吗？是。来，哎，等会儿，借钱可以，你得告诉我你拿钱干嘛。找小三儿差1000块钱。你对得起你媳妇儿吗？混蛋！哎，媳妇儿，1000块钱没要回来，还让张小娇给我打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我呀，好奇怪这个人。你不知道为什么是吧？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我给你解释，嫂子，他找小三儿让我发现了，还问我借钱，那我能给他吗？观众朋友们，你们说，借给朋友钱以后，到底应不应该催？讨厌了，我们导演组每次不知道怎么排的，每次都让我和如今对 CP 嘛。哎呀，这 CP 强行拆散我们2个人，人家看到我每一场的价值观和如今怎么都大相径庭的呢？如今再次面对潇潇，什么感觉？有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感觉。那今天琪琪就交给你了，你是想骑他还是被骑？我应该会被骑吧。哎，老实说，我还蛮惊讶，大兵身为一个东北男人，居然要催朋友还钱。对呀、这件事情特别不能接受。东北人怎么能这样？我以为南方男人我都不催了呢。哎，不过大兵，我说实话，我觉得真挺诧异的。怎么的因为你选就是要催人还钱。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啊，东北大老爷们儿不代表是别人欠的钱他就可以不往回要，那绝对是不是？应该叫朋友欠钱该不该揍他？哎呀妈，这么吓人呢？妈，你看看，这才是东北人的性格，不还我就得揍他。没人敢找你们东北人借钱了。借人也借，但是提前还嘛。好，题目出来了。该不该催好朋友还钱？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选择正方，该催；选择蓝方不该催，请选择。好，我们观众选择完了，我们看看58比42。我先要问问，你们3位有过把钱借给朋友的时候吗？小姐借过吗？我好像没有借过钱，也没有朋友跟我借过钱。但我觉得最好是朋友之间不要有金钱的关系。同意同意。那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帮他了，那你也量力而为，这个钱对你来说你是可以支付的。你决定要帮他了之后，我觉得就不应该还，就当做是给他了。你自己要教育自己。他的立场是，那既然你都已经给了，对，就绝不催。对你，因为你已经答应帮他了，你考虑好了，这个朋友你愿意，那你就借他，借他就当做给他，绝不催他，就不再提这件事儿了。也不要借条。
也不要。你今天带了多少钱？好吧，啊，所以你选择的是不催哈。金老师，您是作何选择？你首先你借过钱给别人吗？我借过，我也管别人借过钱，这很正常的。嗯，但是我觉得首先是佩晨刚才说了，如果我给了，那我就不催。但我借了。借和给是两个概念啊。如果是朋友管我借钱的话，我觉得这不影响我的生活，他需要这个帮他忙，就给就完事儿了。你心里就不想这件事儿了，这叫给，不叫借。借和给是两个概念，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借，肯定要催的。给我想都不想。心直口快的金姐，不累呀，不累呀，不累。对。康永哥啊，借钱给别人过吗？有，金额挺大的。那你后来找他要了吗？心中期盼他会还，可是呢，因为今天谈的事情是要不要催，心中期盼还跟开口去催不太一样，所以等一下听听选手们怎么讲。我是觉得不要催了，到现在也没催过，就很想催，然后就一心期待对方会自己还。你觉得他会看到《奇葩说》吗？到现在还没还，不会吧？当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哇，这个。哇，原来找你借钱这么大代价！我们正在收看《奇葩说》的朋友，如果你们借过蔡团长的钱，尽早还，他不会催，但是会找人宰了你。好，我们这个现场都是自由意志选择的是吗？红方是该催，你们是不该催。这个辩题从反方先开始吧，艾丽。朋友借钱，我们这一方认为不该催，为什么呢？因为催这个动作本身呀，它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刚才大家那个小品已经看到了哈。我们朋友分两种，一种是要脸的，一种是不要脸的。要脸的朋友不还钱，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真的有苦衷。如果你现在再催，就等于给他送终。但如果不要脸的朋友你还催呢，他不仅不还，他还到过去给别人说你坏话，说艾丽，我就那么点钱，天天催呀催，这破钱小气鬼啊！钱没有要到，你的名声也毁了，得不偿失。所以啊，催朋友还钱就好比把衣服脱光了上秤一样，你心里会好受一点，但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大家知道吗？啊，所以这件事儿大家别催。那你说我不催，我还想要这个钱呀，怎么办？讲法律，我们走法治。催这个字左边是单人旁，如果所有事儿人治都管用的话，那要法律干什么呢？有趣的是啊，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朋友欠钱要不要报警这个词条超过了140.4400个，说明什么呀？说明有那么多的人他都为朋友催了没管用，所以他要报警。我呼吁大家以后借钱的时候，小钱可以，但大钱呢一定要签合同找担保，最后呢走违规。到时候到点了不用催，按这件事行事就可以了。你们银行借钱你都要签呢，你说你找我朋友，我又不收你利息，你就承担下风险又怎么了？最后我想说啊，我知道在国内大家不想签合同，然后呢又觉得这个钱还是有点难受，怎么办？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方法哈。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关于钱呢，我是很认真的人。我喜欢记账啊，我把所有的钱都记下来，精确到5毛，我还做成折线图，还做成柱状图哈，一共对5年的钱全部记到这儿了，1毛不落。大家可能说我还不知道原来是草叉铁公鸡，不是啊，把这件事想成投资。如果对方还钱了，你赚了钱还赚了人情；如果对方没还钱，好，就当于花了钱认识了一个不靠谱的朋友，也没有问题。但最后的最后，如果太难受怎么办？一首霸气的歌送给你，我也是唱给我自己听的。这首歌非常霸气，叫做Let it go, let it go, I can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我真的可以赚得更多。这点儿钱就算我送你的了。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谢谢 ，OK。好，根据被告方呈到庭上的这个证供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艾丽这个人的各种鸡贼个性啊。那个，这是她吃早饭的花销。对。这是吃午饭的，对，
这是吃晚饭，为什么你午饭比晚饭吃的钱多呢？我午饭请别人吃饭，请客请的比较多，一般请到午饭。对。哦。电话卡是0，你不打电话的吗？能发微信，发微信。关键是礼物为什么是0啊？那个月是0，那个月是0。我以为艾丽会唱歌呢。作为一个新疆人，我真的很丢脸，唱歌跳舞都不太好。你听听这边啊，更加不是人的表态来啊！我应不应该站起来呀？大兵啊！哎，我觉得我特别应该跟艾丽做朋友，因为管艾丽借钱不用还呢，她也不能催啊。我带了。哎呀，那点钱收起来吧啊，大款呢啊。对。说朋友给他拿过来，先拿那个永开啊。说朋友欠钱不还，该不该催啊？我认为必须得催。还带不上。而我什么时候开始啊？等一会儿，对不起。查完呢。稍等一下啊。那个你点一下吧。不用，没事。我们这什么钱都要啊！这一场您辛苦了。台湾啊，做个公务舱。不如小虎。康永哥，这场的这些葡萄很漂亮。谢谢。这钱够我买雅哈咖啡的。好，开始吧。开始了啊！这个说朋友欠钱不还，该不该催？我认为必须得催，而且还得是马不停蹄的催。什么是朋友？朋友们啊，你好的时候他来，不好的时候他走，这不是朋友。你喝酒的时候他来，你有事儿的时候他走，这更不是朋友。忠言逆耳是朋友，天天牵挂的这才是朋友。剩下的是什么？是伙伴，是同事，是路人甲。有人说了，我要是催他还钱，是不是朋友就做不成了呢？你错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检验这个人究竟是朋友还是伙伴，是同事还是路人甲。如果你催他还钱，你们俩掰了，朋友，我恭喜你啊，花小钱你办大事了。这钱儿虽然你撇了，你扔了，但是你认清了这个人的嘴脸，他是怎么回事？是好人还是狗人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啊。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男生搞了对象，搞对象之后，花钱就多了。然后，管我们左一个右一个借完钱之后啊，其中有个男人说：“这都期末了，我都没钱了，他还不还我钱，这怎么办？”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管我们班里边所有男生全都借过钱。我们当时就懵了，我们一商量，整老半天，他女朋友是我们大家伙一起养着的啊！你们怎么搞个对象还带众筹的啊？就算是众筹没问题，那你女朋友是不是也得我们人人有份儿啊？啊，对不对？最起码你得帮我们男生打扫吧，收拾屋吧，擦擦地啥的，你啥也没有，最后没办法了，我们派一个人去管他要钱，他还觉得我们去伤害他。朋友，我们借你钱，你到点不还，我们派人催你，还觉得我们伤害你，你是什么狗人啊？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曾经管我借个钱，绝大部分人都是按点还钱，只有极少一些部分人是不还钱，怎么办？我必须得催呀，我得想招啊！我带他去唱歌啊 ，KTV 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神曲啊，是吧？背包10年光辉岁月，大海离歌朋友的酒啊，你把这些歌朋友们通通你都给他唱一遍，最后你再跟他唠点哥们儿之间的情感嗑，人家立马就明白咋回事了。第2天，人家就会把钱连本带利的给你还回去了。我催你还钱，并不是说我差这点钱，哥不差钱儿，但是我觉着会增加我们之间的这种信任感，就像咱们花信用卡似的，你刷完了再还，还完了再刷，你信用额度不也会提高吗？但是现在很多朋友相互之间借钱是不写欠条的，真要过去3年5年，你受不了，你管他要钱，你提醒他，他都想不起来呀。然后人家还会说算了吧，既然你都说了啊，不管有没有这事儿，我把钱给你。我大哥呀，明明是我借你钱，怎么管变成了我抢钱了呢？啊，这个事儿很荒谬。所以说，时间长了，你们俩产生了隔阂，就会不能成为朋友了，2个人就掰了。归根结底就是你没有及时的
催他去要钱。换句话说，朋友啊，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说富二代花他妈的钱不心疼，但是实话实说，富二代他妈也心疼。你刚才说那些 KTV 里那些歌都怎么提醒对方还钱啊？你比如说这个都是朋友之间的歌嘛，啊是吧？这个大海，啊如果大海能够唤起你的回忆，什么这些乱七八糟歌啊，因为我歌唱的不好，所以我就不能像艾丽那样，我这搁这炫歌声，容易被黑死。难道唱听妈妈的话就不会催对方还钱吗？如果唱听妈妈的话，可能会勾起一些悲伤的回忆，所以就不会唱了。也许是甜蜜的，你说呢？能不能好好的进行一场严肃的辩论？来，我们看一看，现在正方该催74，反方26。胡天宇老师，对，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先帮你把这个敲上来，你说吧。保持你自己这样子是最好的。可是当我说你这笔钱不应该这样花的时候，我叫你干嘛？哦 ，OK， 我们正在配合你念经的节奏，你知道吗 ？OK。别让我说正事儿呢，真是的。先让我说两句正事儿再敲。好。而且是这样的，大家刚刚发现大兵说了很多，就是催他还钱的时候，他做出了种种气死你的举动。其实这都出于一件事情，就是你借钱的那个人，你借给他的那个人，他其实不是你的好朋友嘛，你是借钱借给了一个人嘛。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的话，老实说会怎么样？到期，他如果觉得他自己还不上这个钱，都还不用我催，他就会先打电话告诉我，我最近手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还上你的钱。然后你放心，只要我有，我一定会还你，这才是好朋友嘛。我们今天不说亲兄弟明算账是一个好的做法，为什么？因为是朋友之间来来往往都是人情债，你要算不清楚。朋友欠我100块钱，这是100块钱可以量化，我可以找他催找他要，那我欠他什么东西？小时候我跟人打架，他撸着袖子就上去了，被人揍了一通，然后打得头破血流，衣服也扯烂了，回家被他妈又是一顿毒打。那这种时候，这个情义气值多少钱？他会找我要吗？我怎么赔他？我是赔他点医药费，赔他一件衣服，我还不上这个情嘛。今天我在场上开了一个巨烂的脑洞，讲了一个巨冷的笑话，全场一片死寂，掉票掉得比艾丽还厉害。这时候如今在旁边捧腹大笑，哈哈哈哈哈。这时候这种理解、这种支持值多少钱？那如今会跟我算这个吗？他难道会拿本本子记下来？哎，某年某月某日，胡天宇说了一个超烂的笑话，我为他捧腹大笑3声，顺便还说了一句：“哎呦，不错，这个不会这样记的吧？对不对，周老师？”就好像又比如说，我今天深夜失恋了，打电话给艾丽，凌晨8点半要上班的人陪我聊到凌晨5点半。那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跟我算心理咨询费吗？怎么算？是包夜、深夜时段上浮30%？不可能嘛 ？OK， 如果我借钱给你，然后我去催你，老实说，你不是被我催，你是倒霉催的。为什么？因为你欠我的是钱，我可以找你要，我可以说得出那个数字。可是我欠你的是人情债，你这辈子都算不清楚，你也找不着我要。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催朋友？因为老实说，在我借钱给朋友的时候，我借你1000块，老实说，这个本质不是借你1000块钱，而是我借给你这1000块钱的情分。这不是一个钱债，是一个人情债。可是人情债是算不清楚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硬算，掰开来算，把我们所有的交情都揉碎了去算的话，我不欠你任何一分钱，但是我也不欠你任何一分情。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俩其实就并不是在做朋友，我们其实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而已。好，谢谢胡天宇，你说完了吗？他不要骑我吗？骑啊，他骑你。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你无非告诉我们感情不能拿金钱来衡量，对不对？好，我问你，我们今天不说钱，如果你的好朋友借了你的书或者借了你的衣服，你会不会催他还？不会啊，因为都是人情啊。那 OK， 那天宇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所有的行为，不管是借书还是借衣服还是借钱，他不是在做借这个动作，他是在做给这个动作。对，因为很简单，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跟我朋友说，我这点钱借你，但是我实际上做的是给你，但是我还是要说借，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是直接说给的话，伤他自尊，好像他还不起一样。OK， 那好，天宇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这个话放出去了，所有人都知道你胡天宇特别大气，说是借，但实质上是给，那他来找你借钱，我也来找你借钱，他也来找你借钱，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那你要不要？不，那要取决于你是不是我好朋友吗？还是 OK， 那我知道了，你有一个自己制定好朋友的标准。那其实像胡天宇这样的性格，他不是要催，他是根
本谁都不会借，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个界定好朋友的标是啊，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啊。不对，我会借我好朋友。如果我借普通人，我会立字据；可是我借好朋友的话，我就不催。这是不同的对待方式，亲疏有别。就好像你借钱给你妈，难道你会去催你妈要吗？她欠你是钱，你欠她一条命的。但我妈会催我。好，谢谢，我没有问题了，我可以发言。说明你们两位的妈不是一个妈。你已经开始骑它了吗？等他发完就骑啊。哦 ，OK。好，潇潇。其实刚才啊，天宇和艾丽都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就是天宇刚才已经提到了，他说他可能要不回来这个钱，但是呢，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欠的是人情债。你们借了别人的钱，你们不催，你们大义，你们大气。好，我们又借钱，我们还催钱，那我们装，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大家，每一个人，我们每天都在有礼貌的装逼，而他们呢是没有节操的装逼。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借了钱，我又不催，那你就直接说给好了。好朋友之间，钱的事情就用钱来解决，你非要让人家欠你一辈子的感情债，良心不安。第一，你很阴险，你知道吗？好，刚才我们的女神也提到了，为什么要催呢？因为催有可能也不会还。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催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今天说的催，我们不是说你不还我们，我们就向你们家撒狗血。我们就把你的房子抵押贷款，不是。我们今天催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意义，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们要怎么催好朋友还钱？一个人一时间没有钱是 OK 的，大家都手头紧的时候，但是他一直没有钱，那是有问题的。他要么就是喜欢冲动消费，要么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要么可能不会理财等等。那我们做催的这个动作是为了提醒他，亲爱的，你在下次又乱买东西的时候，你想着点儿。我这儿还没钱，你还欠着我钱，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真正的好朋友是我催我的，你拖你的，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好，所以说好朋友之间的相处重在坦率，重在舒服。我不希望他在没有钱的时候找我借钱，他难以启齿；我也不希望我在催他还钱的时候，我需要小心翼翼。这才是一个好朋友的相处之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一种人哦，找你借钱，他欠着你钱，他活得比你还潇洒。我就借我有个好朋友钱，然后2个多月一直没找他还，结果呢，我给他打电话，有一天我需要用钱了嘛，给他打一电话，人家在韩国旅游呢。你们懂吗？他有钱根本不会想先还给你。我没去过韩国，你们知道韩国有多少高科技我都没体验过吗？真是，我跟你讲，你老在河南做这些，其实挺危险的。不是，就是真的有这样一种不自觉的朋友，我全是国产货，他拉个双眼皮儿都可以去趟韩国，你知道吗？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一个有没有自觉性的好朋友，他到底是把你当成银行还是提款机？提款机是对你予取予求，而很多人对银行的态度是很谨慎的。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介意我的朋友把我当成银行，因为大家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月啊，一到信用卡还款日，一到还房贷的时间，我们每个人东拼西凑也要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给堵上。为什么？无非是你不还银行的钱，你会有信用记录。为什么好朋友在你心里连银行都比不上？你觉得可以拖好朋友的钱，无非是你利用我们之间的友情作为利息，在找我赊账。我不像银行一样天天催你还钱，但我想偶尔给你一个善意的提醒，因为朋友和银行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有信用记录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今天借给你钱，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仗义，只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好朋友身陷囹圄。同样，我今天催你还钱，也不是因为我小气，只是因为我不想我们之间的感情心存芥蒂。谢谢。骑吗？骑，怎么不骑？如果我跟你借钱，你也向我催吗？你的话不催。为什么？我就喜欢玩双重标准。为什么不催啊？是因为你认为我才是好朋友啊？不是，因为你是颜如晶。这还有点难接。对啊。你刚才说的都是你的朋友是刻意不还钱的，对不对？
对，不一定，不一定。你刚才明明说了，你的朋友明明去韩国拉个双眼皮，让你做个国产货。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是没有办法还钱的时候，你还催不催？要催。所以你的朋友还不上你钱，是因为你忘了催而已。所以很简单嘛，我催呀，你不还嘛，你拖着嘛，但是你要记着，你还欠我钱呢，什么时候余点给我？你这点太奇怪了，这样你催他是要他还钱还是不要还钱？我告诉你，他如果一辈子没钱，我在借钱的时候，我心里会做个预估，就像我们女神刚才说的，如果他真的很困难，我觉得他没有还钱能力 ，OK， 但是我开宗明义的告诉你，这个钱我给你，但是我会预判他如果有还钱能力，他不还那肯定要催。所以他就是嘴多而已，他又不打算他朋友还钱，但是他就是要催，催了他朋友又可以不还钱，是这个意思吗？不。如果他有还钱能力，不还的话我会催；如果他没有还钱能力，我是给，不是借。这逻辑漏洞太多了。没有，如今有一句话记住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啊，救急不救穷，明白了吗？如今是记不住这句话的，你说好吃不如饺子，如今是这个。好吧，如今很高兴跟你一块骑了它。好，潇潇你请坐。那这边是应该如今来那什么了？对。总结陈词了是吗？这么快就轮到总结了。好，来，其实刚才对方所有的人，他们催的人都是那种刻意不还钱的人，但是跟你借钱的好朋友未必是那种刻意不还钱的。但为什么这一情况，任何情况之下你都会要催？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因为你怕自己吃亏，你怕自己就好像潇潇说的，怕自己是用国产货，别人就用着外国货，所以你一定要催，确保自己没有在任何吃亏的状况。但是如果你是怕吃亏，我今天打算讲一个很腹黑的点。来，让我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叫做不怕吃亏。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你在别人救命很急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大家也应该有看过，叫做《九品芝麻官》。没有人看过吗？看过。我们都背下来了，你说吧。里面不是有借个半块饼吗？他就说，如果以后你有事的时候，你拿这半块饼找我，我就可以帮你。如果这时候你跑去催他要回半块饼，你当年跟我借了半块饼，我现在跟你拿回半块饼，吃亏吗？你缺半块饼吗？你不缺半块饼吗？就好像现在潇潇跑来跟我借2个馒头，这2个馒头是可以让他救命的。如果他不吃2个馒头，他会饿死。我借了他2个馒头，第2天，几年过后，你不能借他1盒古力多燕麦牛奶。国际抗饿大品牌，这辈子都不再饿了。好，叫我重说一遍，好切。这时候潇潇来找我，他很饿。我就借他一杯古力多燕麦牛奶，好不好？我借他古力多燕麦牛奶，但是过了几年，好几年，他好了。我跟他要1瓶古力多燕麦牛奶吗？这也太吃亏了吧！我说潇潇，你当年欠我1瓶古力多燕麦牛奶，你现在可以还我吗？我饿。这就是把人情债彻彻底底变成普通的钱债。但是如果我不催他，他欠我的是什么？是一条命。因为我当时救了他，他当时是快饿死的。你欠我1条命，万一哪一天我的肾有问题，我找潇潇。潇潇，我缺个肾。如今，你得先确定他还有肾。他最近经常换手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这么简单，把钱债当成钱债来要，把钱债换成人情债。这时候我们之间的来往不是金钱的来往，是恩情的来往，这样子不是更有赚吗？谢谢。成功的把一个欠债还钱变成了杀人偿命，知道吗？好，怎么样？好嘞。就这，哎呀。今天如今呢，跟我们提了个特别腹黑的观点哈，就是说我们不要催朋友还钱，其实是为了让他欠我们更大的东西，是为了让他们还我1条命。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催人家还我钱，但是我却可以催人还我1条命呢？催什么不都是个催啊？
那天宇呢，又跟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的那些例子，我们借来借去都是一些小东西，可是那跟今天咱们讨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去上洗手间没有带纸，我就跟潇潇说，哎，那个借张。你确定你用吗？我就跟隔壁的潇潇说，借我一张纸，是吧？好，然后那个你们俩上厕所为什么在隔壁呢？你们俩是最不该出现在隔壁的两个人，你知道吗？好烦呐你！好吧，那反正呢，借了张纸吧。这个时候不可能真的按照常识来讲，不可能有人会催我还这个纸。那个借呢，只是把我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因为我不能够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对吧？人家也不会来催我还张纸的。他要敢催，我就问你，你是不是还要原来那张？你就用过了还，对吧？还要敢催，我就跟他这么讲，对吧？所以我也不怕他催。那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朋友之间相处啊，到底应该怎么样个相处的方法？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我处理朋友之间相处的方法特别简单，就是将心比心。所以咱们不妨反过来看一下，如果是我借了朋友的钱，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来不及还、没还上、忘了。我希不希望朋友坦诚的、直接的告诉我？那我是个神经很大条的人，我经常出门吃饭没有带钱包，然后那个什么该还信用卡了，人不在国内，或者又只是什么托朋友买点什么东西，钱也没给，东西也没拿，整个就忘记了。我就是个粗心大意的人而已。所以我其实是需要朋友来告诉我的，我需要朋友来告诉我，而且啊，我是不会读心术的，我讨厌猜来猜去。我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唱 K 不仅可以表白，居然还可以催债，但是我是 get 不到的。他在那唱，我在这鼓掌，还唱得不错，唱完了该咋地咋地。我不明白，我就是迟钝，我不行啊！你必须明确的告诉我才行。做一个傻子，你真的必须明确的告诉我。借用那个什么《大话西游》里唐僧说的那个话来说好了。对吧？你想要我还钱，你想要我还钱，那你就跟我明说呀，对吧？你不跟我明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你这么诚恳地看着我，但是你还是跟我说明的，没有理由。你想要我还，我不还给你；你不想要我还，我非还给你不可，对吗？大家要讲道理嘛。讲道理其实才是最简单的。而且说白了，人都有窘迫的时候，我也会有真的还不上的时候。可是也没关系啊，你可以催催看嘛，对不对？你可以催催看，不伤感情的。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老子没钱还不起，对吧？你要是不催，你要是不催，你要是不讲，然后我就会以为你不需要、不在意、不着急。而你看我在那儿一边得意的、逍遥的，还飞去了韩国，你就会觉得我有钱也不还给你，这人什么人？就变成贱人了，对不对？所以朋友之间猜来猜去，才是真的伤感情。刚才说的是我欠朋友，说到朋友欠我，其实也是一样的嘛，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意，你要讲明白、讲清楚就好了。真的伤朋友之间感情的，绝对不是我欠你，你催我这种事情，真的伤感情的是不坦诚、不直接。各位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或者他表明了，无论你借我多少钱，我都坚决不告诉你，我都不催你，你敢跟他借钱吗？同样的哈，在那个生活当中，如果发生了不愉快，朋友之间经常会发生不愉快的。如果一个人打死也不告诉你，这种人，你敢不敢跟他深交？你不敢的。朋友之间真正应该有的默契，不是客客气气、相敬如宾，而是口无遮拦，也不伤感情，对吧？就好像如今跟潇潇，对吧？就好像他们俩，潇潇是可以走过去摸他的脸，强吻他的。如今不会真的生气，是因为什么？因为如今是可以回头嫌弃他的。这种属于朋友之间的互黑呀、互相嫌弃，是朋友之间专属的良性互动，陌生人、不熟的人之间是不会有的。所以今天我方想讲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朋友欠了钱，该催则催，这才是保护你们友谊和证明你们友谊最好的方法。谢谢。我又遇到了一个全场耳根子最软的一批观众，你们好意思？你们看看你们这个票投的，就跟秤似的，在这儿来回的摸呀，你们好意思吗？
好了，现在正方78比22，现在金姐都已经爽了，金姐都已经不用说什么了，不用说什么了，因为他们漏洞太多了。来吧，那个2排议员马薇薇小姐，您请。中神发言实际上是特别能激起我们发言的欲望的，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脱离了借钱，在讲什么呢？从借钱这件小事上来看友谊这件大事。那么同样的，他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催不催？我们要催的这边证明我们是以诚相待的真朋友，无爱交流的好朋友。那么现在我提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没有可能你们坦诚交流、无爱交流之后，你发现你这个朋友，他就是一个贪钱自私的贱人呢？有可能，有可能呢。他就是借了你的钱去韩国了，他就是借了你的钱不还给你，就是你借了你的钱挥霍无度。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允不允许自己身边的朋友在某一个方面有缺陷？什么意思？我们一生人都会交很多朋友，而缔结我们友谊的要素在于对方的优点，而不在于对方毫无缺点。你们明白吗？你的有一些朋友有可能很贪钱，超爱打广告，甚至连有一些选手的钱都不放过，拿给导师分掉了。OK， 马薇薇，你今天说的好与不好不重要，你今天的腿特别漂亮。对，但是他这种特别夸人的能力，才是你们缔结友谊的根基嘛，对不对？你以为广告商是因为那个割了眼袋的小胖子特别贪钱才投钱给他的吗？不是，是因为他广告打得好。所以你想过没有？你之所以会跟这个人交朋友，不是因为他这个方面有缺陷，并且愿意为你改掉，不对，就是因为他别的方面有优点。所以你允不允许他就是这么一个贪钱的朋友？好，如果你允许的话，你一生人会交很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康永哥看起来吃亏，可是康永哥人缘超好。为什么？因为他不要求自己身边的朋友必须是完人，必须不贪财，必须不好色，必须超诚信，必须饱读诗书，必须能歌善舞。他没有这种要求。你允许你的朋友有缺陷，他欠你钱你不催，他迟到你肯等，你是你所有朋友中最大的那个包子，看起来很吃亏。可是你知道吗？就是由于你吃亏，在某一个瞬间的时候，你会收获到那些贪财好色、爱迟到、不诚实的朋友，用他们的优点回馈给你的善意。谢谢。周旋义，我一直防着这个陈明在灌鸡汤，没有发现马薇在灌鸡汤啊。这个咱们清醒一下，刚才这段鸡汤的逻辑是这样的。马薇薇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当你催你的朋友还钱，他仍然不还的时候，你应该包容他，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缺点，对不对？我脸皮厚，这是缺点，但是我可以包容。逻辑上并不能表明你不应该催你这个朋友，你不催怎么知道他不还呢？基本的逻辑问题。第二，我们的朋友之间有很多的缺陷是可以包容的，但是有一个缺陷是一定不能包容的。就是你的朋友如果对你不包容，你就不应该包容他。各位想一想，今天我们双方都有一个问题，我们老觉得催人还钱是一件特别，让人觉得不舒服、不客气，让我们心里面有过节的事儿。可是请问，朋友之间能不能做一些在常人看来比较不那么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朋友之间的特权吗？专利吗？大兵肚子这个肉感很好，朋友踹一下没问题，对不对？太好了，再来一下。哎呀，太舒服了。对，你街上随便来一个人，勉强了，打他那么一下，那大兵肯定一脚就把你踹倒，对吧？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对催钱这样一些别人会觉得不舒服的事情觉得没问题，这个才叫做朋友。OK， 谢谢各位。好，谢谢。我特别想听花溪说什么。
为什么呢？你猜。好吧，那我作为一个经常问别人借钱的人，我就来聊聊我被人催的时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人神经就是脆弱到觉得我不如我的朋友是一件非常伤人的事情，尤其是我在金钱的地位上，我不如我的朋友。你会问什么人借钱？一定是混得比你好一点，他的手里面比你富裕的人，你会问他借钱，对不对？你经过思想挣扎，你向一个比你有钱的朋友开口的那一个瞬间，你已经自降了一等了。其实从某种心理预阶上来说，在那一刻你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你觉得咱俩都是朋友，曾经混过那么多年，此刻我要开口问你借钱。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个男性来说，这个感觉不是那么的让人舒畅。那到了后来，我作为一个有心的人，我会时刻提醒自己，我一定要还给你。可是在我提醒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开口了，说：“哎，小花该还钱了。”这个时候，那种我不如你的状态又涌上了我的头脑，我突然又感觉我受到了2次伤害。我知道我向你借钱是我暂时不行，可是你这时候来催我，首先你不信任我，其次你将你比我优越的那一部分又再次体现出来了。这其实是在朋友当中最脆弱的一点被你击溃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友谊很可贵，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如令自己的朋友的时候，反而是让人非常伤心的过程。所以我站在一个神经比较脆弱的可能会问人借钱的角度上来说，他会自己提醒自己要给你还钱的。所以做朋友不要催，以免造成2次伤害。谢谢。这边还有人说话吗？笑笑。首先啊，刚才微微说的很好，但是今天我觉得跟我们的辩题有一点出入。不是说如果我们的好朋友不还钱，我们还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如果是这个辩题，我觉得你刚才的发言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其实刚才对面直到花溪总结发完言之后，他们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不是不催朋友还钱，而是你就不要借给朋友钱。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花溪他说他借朋友的钱，他内心很脆弱。花溪，你试想一下，如果我是你的朋友，我听到你这么说的话，我敢借给你钱吗？你借钱你好意思，我催你还下钱，你内心就崩溃了。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对，但是你要借嘛，你觉得你可能手上比较紧，对不对？所以说对面其实是在强调，就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借钱，也不要借给别人钱，因为这样你们还要照顾借钱那个人的心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做大方的朋友，没有人愿意做慷慨的朋友，这就是我看法。好，双方都很充分了，让我们从2位导师开始吧。金姐，首先我想说，所有只要你认为你是个俗人的话，咱不是圣人的话，每个人都爱钱。对，爱的多少不一样，有，每个人都在意钱。刚才我说天宇说那个概念，我为什么当时没打断你呢？钱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我想帮他做事情的话，你让我出力，我没问题，我放下我的工作，哪怕我老板不高兴，我请假，我帮哥们儿做这件事情，是这种情谊的偿还，跟钱没关系。不要偷换概念。好，我们说了半天这件事，说朋友不应该催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忘记了一件事情，都在意钱之外，还在意中国人最脆弱的人情面儿。就我这句话说出来，是不是破坏了我们的感情？那这说明我想说呢，你的朋友之间的基本的相识、相知、相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实社会当中最崇尚的什么？是个契约精神。如果你让我选择的话，那我认为我欠银行的钱，我都不欠朋友的钱。哪怕银行那个我晚交半个月以后，我信用下去了一点点，但朋友钱我一定交。有一天所有的银行拒绝给我办卡的时候，我还有朋友给我借钱。因为银行的信用是赚你的利息的，朋友借钱给你没有利息所存在，他提醒你恰恰知道你可能有问题，或者是我提醒你，我说的马薇薇，钱该没还我，你说的那个钱没好，那你是不是还需要啊？我再给你一点点，明白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催钱是最好朋友才催钱。所以说，我觉得当今社会我们崇尚的是把那个面子先放旁边。金钱是最好的试金石，在现代的契约社会当中，我想说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真情不怕催钱。蔡团长，刚才金星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友谊的试金石。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好朋友欠你钱，不要催。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会催出什么后果来，这是我的真实的人生体会。就是我每一次催人家还钱啊，最后都借出去更多。
这太可怕了，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感冒了，你到医院去打一针，结果你得了一个更大的感冒一样，就得了3个感冒。就从头到尾正方说要催呢，你们是要拿钱回来吗？你们的辩友们没有一个人是像金星一样那么有钱，说你催我，我可以借你更多呀。啊，不是这个立场。所以我刚好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是所谓的好朋友，你一催他，他就发现到天哪，全天下只有一个人还在乎我的财务状况，那我就掏心剖腹的告诉你吧，我需要更多。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怎么忍心这时候说，哎，我催你钱，我只要你还啊，我不可能借你更多了，你这样算什么好朋友？所以刚好就是因为金钱是友谊的试金石，所以千万不要催，一催就会出大事。这个是我对大家的提醒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座各位如果读了我们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小说，会带兵的人都怎么带兵？你读中国历朝历代的小说，带兵的人啊，军队里面最常有的娱乐是什么？赌嘛。你还能有什么娱乐？部队里面也没有别的玩意儿，所以闲下来不打仗的时候，大家赌点钱。兵也没什么钱，你欠我3块，我欠你5块。历朝历代皆是如此。会带兵的人，不管他带的是8个9个，带的是80个90个，带的是800个900个，他们需要的兵是什么样的兵？是在战场上会用生命交付到你的手上，互相支持的兵。好朋友是什么？好朋友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冲刺的时候，跟我们互相支持的人。这跟带兵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你见过哪一个会带兵的人，他跟小兵们赌钱赌输了，然后3块5块他去催的？没有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一催就完蛋了。你跟人家催3块5块，然后上了战场的时候，那个小兵在背后不射你一箭就不错了，还帮你挡子弹呢。所以无论如何呢，这个带兵的理由跟交好朋友生死相共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你催那个钱的同时，刚刚金英所说的这个试金石受到了严重的考验。我觉得友情很重要，我觉得友情，很多人说友情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是真的。所以如果你有幸运交到了好朋友，而你蠢到用金钱去衡量他，我觉得太可惜。每个人都会到需要好朋友支撑他度过难关的时刻，当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你捧着手上催来的2000块钱干什么？你当然希望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夜听你哭泣，把肩膀让你靠，然后拉着你一起往前走嘛。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讲，我认为不是该不该催，是值不值得催。我认为不值得催。所以大家2个原因：第一个，好朋友很重要，不要随便用催钱伤害他；第二个，催了以后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就是要借出去更多。好，谢谢。哇，佩晨，你知道这是一个辩论节目。2位团长其实，因为他事先他不知道会站在哪边，然后他是要在现场经过选手的交流，他们把所有的话全部都说尽了之后，像康永和这样还要找这么2个角度出来，其实是个完善的。康永哥说那定罪，我觉得貌似很有道理，其实是一个诡辩的一个角度。咱们就是个诡辩的节目。对，我知道，就是刚才说那个带兵那个特别不在点儿上，带兵一个将领管兵借钱，他一个社会地位的悬殊，他不应该交钱，他不是朋友，他是上下属关系，这跟朋友没关系，这完全是误导。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您请。那因为金星老师刚刚讲，我们借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好朋友跟你借钱该不该催？那当初我们要借这个好朋友钱的时候，无谓就是想要巩固我们跟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重视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很不想借，可是我们还是把这个钱借给你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跟你好朋友的关系能够维持。那但是催无非是我们想要他还，或者想要提醒他说你跟我借，你不要忘了。那所以我们想要他还，可是他如果还不了，那我们催的这个动作，如果让我们的初衷借他巩固这个好朋友的这个过程，感情消失了。或许我们应该包容你催我，可是我真的没办法还，所以你一催我，我的感情就不对了。或你催他，他不还你，你是不是感情也不舒服了？我都催你，你还不给我，那这个时候
就破坏了我们当初借他钱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有人问你，有人跟你借钱要不要催？要催，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这个人，可是有好朋友跟你借钱要不要催？该催吗？还要催吗？催还是有个时间点。你让我感叹一下先啊！其实你说什么我没听进去，但是我太喜欢台湾女生说话这个腔调。因为你吃了太多的 MM 豆。你们俩谁赢谁输没关系，你赢了。我要有钱，分别借给了他们3个人，这个不会催，我怕他举刀砍我。那位我也不会催，送他了。这位天天催。哎，你就给人家今讲电话。天吃早饭了吗？好吧，那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场所有观众100位，来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借钱给朋友，要不要催？请按键。5、4、3、2、1。在我们看结果之前，我们应该念广告，但是刚才我们中间念过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省一次啊？对呀，太多广告了，就不念了啊！我绝不再念那个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我也不念狂拽炫酷屌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我也绝不念吃了便都豌豆，不念了啊，不念了啊，开始吧。好，让我们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哇哦，反方正。你说你找我朋友，我又不收你利息，你就承担下风险又怎么了？朋友之间来来往往都是人情债，你要算不清楚。把钱债当成钱债来要，把钱债换成人情债。好，现在我们要请我们3位团长，请写出一位 BB King，3个人当中选出一个本场表现最好的。好，我们先从佩岑开始。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个人，但是先不亮题吧。我有私心，我还没来上节目之前，我就觉得他讲话好可爱哦。他的表情不太自然。 OK 啊，那我就聊一下好了。哎呀！刚才周思成告诉我们什么？就2个字嘛。他为什么要告诉他的朋友？他很仗义。这是一个好朋友的标准吗？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不太敢跟你交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在偶尔的一个下午，我想听八卦，我喝下午茶，我会给你打一个电话，因为你符合一个3姑6婆的标准。你打着一个好朋友的名义，你干着狗仔队的勾当。说实话，人家2口子的事情关上门，人家是要演爱情片、动作片还是爱情动作片，那是别人的自由。你一个外人无权干涉，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行。你非要在别人的人生里给自己安插一个配角，你怎么这么闲呢？我先摘掉你这个好朋友的帽子，接下来我再跟你说一下你这么做的弊端。比如说，你来告诉我，我和甜甜2口子，你告诉我，哎呀，潇潇，甜甜出轨了。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什么？我回家问他，范甜甜。周思成告诉我，你和一个背影酷似马东的男人进了7天。谁告诉你的？周思成。周思成这个贱货。好，知道吗？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2个扯不清楚了。他除了告密者，他马上即将扮演一个更加尴尬的角色，那就是来当见证人。他最好是把我和范甜甜往分了那个方向说。如果我们2个没有分手，我们2个还在一起，那你就没有办法做我们2个人的朋友，因为我选择了我的爱人。那如果我们2个在一起了，我们2个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吗？这个时候我心里有根刺，也许周思成说的是对的呢，他就是埋下那根刺的人。现在呢，我要说给每一个自以为是的朋友，这个时候分2种情况，就是你的好朋友的另一半出轨了，他们活得很幸福。第一种情况，你好朋友很敏感，说实话，在这个社会上，敏感的人是过得很辛苦的。可能不用你说，他已经察觉到躺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有问题了，但是他为什么要在你的面前粉饰太平？
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受伤的样子，或者他觉得他有能力处理好这样的问题。第二种情况，他很迟钝，连你都发现她的男朋友出轨了，她自己没有发现，但是她过得很快乐。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告诉那些所有自以为是的朋友，如果我是一个敏感的人，请尊重我可以独立处理好自己感情问题的权利；如果我是一个迟钝的人，请不要剥夺我做一个快乐的权利。范甜甜她出轨了，她可以骗我5年，骗我10年，骗我15年，骗我一辈子，我都不知道，那是她的本事，那是我的福气，你不要戳穿她。在这里，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如果不小心让你发现了我的家丑，请你为了我的幸福，做一个安静的、不怎么美的男子，谢谢。我不觉得我是激怒了他们，导致他们活力很猛，因为他们活力本来就很猛。辩论这个东西吧，它有一个特点，很难收住手。我也不知道你大概会什么样，那就只能是出现我说到哪儿算哪儿，然后你有什么反应我也预测不了。所以不存在说攻势猛不猛烈。现在也知道我们这个现场是来真的，对不对？是来真的啊！你发现吗？这里全都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啊！这些人只会在这个现场能够碰面，因为这个现场毕竟我们有保安。是这样子。出去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好，那现在回到反方立场，李如如。好，李如如可以用2万个字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女的呀，没办法。我可以最后再做自我介绍，好的，也可以。因为刚刚潇潇说，告诉的人有点像三姑六婆，是不是？我告诉你，其实三姑六婆往往是不会告诉你的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三姑六婆最喜欢的就是看别人的笑话呀，看别人的八卦呀。三姑六婆当知道一个人他的另一半出轨的时候，他第一件事绝对不会是去告诉他，不会去点醒他，而是跟他的邻居说：“哎，真的吗？他出轨了，真的哇，好激烈哦，这个事情真的好激烈。”是的，然后当事人一过来，三姑六婆立马散开了，就说：“他来了，不要说，不要说。”所以不告诉的人才是三姑六婆，好吗？你们觉得告诉我的好朋友会让他痛苦？其实并不是。告诉他是让他知道他出轨后的惊天大秘密，出轨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假设我的好朋友是一个女生，她的另一半出轨了，很好，我看到了。如果她的另一半是跟女人出轨还好，如果是跟男人，那不是出轨是出柜呀！我怎么可能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呢？可能他之前还在想啊，他为什么不愿意碰我？是不是我的不好？天哪，是不是我没有女人味？他为什么不愿意碰我？他肯定想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只有告诉他，你的好的跟苍井空一样，你长得美的跟范冰冰一样都没用，因为他根本都不爱女人。那你们以为现场没有人有过这样真实的例子吗？真的有，那个人就是我。我大学的时候很单纯，然后有一个男生追我，对我特别的好。他每天开20公里的车过来，就是给我送一大包零食，然后我生病的时候就照顾我，对我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那时候很单纯啊，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很奇怪。首先，我怎么强迫他都不愿意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就觉得很孤单。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跟我独处，就是我们不管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旅行，还是去吃饭，他永远叫上第三者，我自己很痛苦。然后后来我才从他的相机里发现他跟一个男生的床照，而且我还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有个男的喊他老公，我当时就真的傻了。而且我就是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的共同那个男生朋友他是知道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怕你难过呀。”我就是怕你不幸福啊！我想说，我难过个屁呀！我接受不了我男朋友出轨，但是我可以接受了他出柜呀。因为这样的话，我真的释怀了。我知道我做什么都没有用。当然，我在这里说这个例子，不是告诉你们，你们的另一半都会出柜。我只是告诉你们，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我告诉你是想让你知道你的不幸是哪一种类别。我想让你知道你的另一半出轨之后，他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你们感情破裂、感情不好的真正的原因。所以为什么不告诉你？谢谢。如如，我想追问一下，你这个故事是真的吗？真的。天地良心，当时就被骗得很惨。
是吧？那最后谈恋爱当他跟出柜的时候，那个生活的周期保持在1个月1次还2个月1次？对，其实就是请你解释一下例行公事是怎么过的。就是在例行公事上，你肯定有感觉嘛，还用到别人告诉？就没有就装啊，就装啊。就你知道，女人在这方面就很容易装。你装，他也装。他就是你知道，他只会进行的最后一步。如果你要求别的那些就是前戏 something 这些东西，他就会说啊不要，就装的自己很清高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问题。如果拉这段可以掐掉吗？不会的。什么？导演组没有跟你签？对不起。导演组没有跟你签协议吗？不过你成功的追回了若干票。我自从主持了《奇葩说》以后，已经完全不识数了啊。好，哪位？我。首先第一点，你说了沉默，我们代表沉默，但不并代。好，你的发言时间到。并不代表我们不作为，好不好？那我们来接下来说，我的好朋友，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到大，金星老师说是闺蜜，对，好像不告诉她确实是不太合适，是不是？我告诉大家，合适，特别合适。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你最好的朋友，从你最好的朋友嘴巴里听说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个是比任何一个人嘴巴里听到更痛心的一件事情。你感觉上你拿了2把刀，你生生的捅在你最好的朋友的心房里边，这种心痛的感觉是多么的痛苦。非常简单，我们说了我们不作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代表说明什么问题？我要做一个幕后的英雄。所有痛苦都是我一个人来扛，我不用去告诉我最好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一个人默默的不知道就可以了。我来帮你解决问题，我亲手帮你撕。我就约这个男人见面，跟他说得很清楚，现在给你2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你现在跟我朋友说清楚，跟他分手，让他长痛不如短痛。第二，我再给你一条路，现在就跟那女的分手，不亲手分手的话，我就让你死得好看，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哎，我们说了，我们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并不代表我们不想做什么。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变成一个很幸福的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会跟那个男的说得很清楚，只要你跟那个女的分了手，这件事情我们就当没发生过，从此两清，让你们2个人过着幸福又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的朋友，让他跟他分手的话，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范甜甜的厉害。哈，好。我是谁呀？我多么的伟大呀！我是幕后的大英雄，所有痛苦都让我一个人承担，让我的朋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说明什么问题？这才叫真正的好朋友。好，我怎么觉得《奇葩说》第1季到第2季中间，你是去当海盗了吗？对，最近加勒比啊，最近在泰国拍电影，跟郭富城。哇，哪家投资方这么背啊？请到你。票房灵药，票房毒药，你才毒药吗你？毒药，好，人生越走越歪。对呀，收敛啊！这个我建议你们，不论是谁先站起来说话，一定先把他拍到墙上去，大嘴巴叭先拍回去。开始吧。刚才对方2位讲什么呢？潇潇讲要给自由，自由是好的，不要去干涉别人的生活。OK， 自由没有问题，自由谁都喜欢，就像谁都喜欢吃饭，对不对？谁都需要吃饭，可是饭也有好饭跟馊饭。你如果吃了馊饭，你会拉肚子；如果你用了不恰当的自由，你是在给你的朋友加以枷锁。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只是谈恋爱，你不告诉他出轨，那回头有一天他结婚就是喜当爹啊。那你说他的人生要多么的悲惨，他之后的人生会背上多么大的一个枷锁，去挣脱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现在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天呢去我朋友家里，然后呢他买了一瓶牛奶，不知道他牛奶太香了，还是说这个怎么样，反正就有一只蟑螂就爬进去了，爬进去爬出来。然后呢，我没有告诉我的朋友。第2天他喝了这个牛奶，他就拉肚子。我其实非常的后悔，因为我觉得是说，我以为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有事，我告诉他。那你说会不会有那样的朋友？你告诉他之后，他仍然觉得是说 OK 啊，没有问题啊，蟑螂就蟑螂啊，这就是生活。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拿牛奶来类比恋人吗？因为牛奶和恋人一样，
都是要经过你嘴的东西，要进到你身体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要讲，因为爱护个人卫生，人人有责。谢谢。哦，你说的那些问题我不太关心哈，我就想问一下，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蟑螂会爬到那个牛奶上吗？因为这个蟑螂认出了这是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这广告念得好，这广告加钱，安总加钱。好，现在正方37票，反方63票。如今宝贝，你随便说。说到吃饭了，这我很奇怪。刚才小 K 告诉我们，如果有朋友出轨的话，要注意卫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出轨跟卫生有直接的关系啊。其实这题目很简单，观点是什么？好朋友幸不幸福，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的好朋友在任何情况之下谈恋爱的时候他都不幸福，这样不管有没有出轨，你都应该劝他们分了。但如果他们幸福的话，还要不要告诉他？对我来说，好朋友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他女朋友的节操、贞操之类的，我一点都不关心。如果他活得很幸福，你说他吃这碗饭吃得很开心，他吃晚餐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告诉他没有一个厨房是干净的。他吃这大肠的时候，你告诉他，你以为大肠里面包的是小肠吗？大肠原本包的是屎。鸡屁股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说你知不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什么必要呢？而且那还是你的好朋友。每一个人嘛，都一定活在一定程度的甜蜜谎言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如果让你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有读心术，知道每一个人现在内心的想法，那是很可怕的。你可知道现在潇潇心里想什么？他可能想过去撕了周思思老师。你猜对了。这样思思老师是不是很难过？所以说，读心术看别人残酷的事情，我们还是保留着好。如果别人在甜蜜的谎言里面也过得很开心，我宁愿他被骗，起码他开心，因为唯一的伤害在于知道。谢谢。如今啊，谁在你吃大肠的时候跟你讲里面包的是屎啊？暂时还没有这么扫兴的扫兴，还没有。正方谁要说？其实很多人出轨都是肉体出轨，对不对？就是说我还是爱我的另一半啊，但是我就是要出去骚，我就是要出去搞一搞，我就是要出去玩一玩。谁不爱新鲜的 body？ 是谁不爱呢？你们不爱吗？你不爱吗？你不爱吗？谁不喜欢新鲜的肉体？那我就更要告诉我好朋友啦。你真的不用重复这么多次。因为真的很爱，对，所以我更要告诉我的好朋友，因为你的另一半出轨了，你也可以出轨啊。你不可以出轨吗？所以说，如果我不告诉我的好朋友，我好朋友就亏大了，他放弃了一次难得放风的机会。当然了，请问他们这个轨道上还剩谁呢？不是。那很多人说 no， 我不爱出轨，出轨很恶心，不要。是，而且我不要和我的另一半一样，他肉体出轨，我就和他同流合污。如果我的好朋友这么告诉我的话，我会告诉他。你接受不了出轨，我更要告诉他了，你的另一半做了你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的好朋友他都是受益方。谢谢。老咖和新咖待遇的不一样，就是老咖的发言到此为止，请坐。好，新咖的第2位。我刚才都说了，人都是要吃饭的，就好像如今说你要吃鸡屁股没问题，你要吃猪大肠也没问题，可是你要吃馊掉的猪大肠跟被别人嚼过的鸡屁股吗？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有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男生交了27个女朋友，然后他生病的时候，女朋友一起去看他，就发现说，哇，原来你骗了这么多的人，他就是一个被嚼过的鸡屁股啊！而且这27个人里面互相还有好朋友，所以你知道什么吗？知道什么叫姑息养奸吗？
知道什么叫奸夫的爱吗？就是说他可能骗了你这一个朋友，他可能会骗你，他可能会骗更多的人。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而且如果你今天不说的话，今天你不讲他出轨，明天你就跟别人一起分享这27个女朋友。小 K， 你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长大的？怎么你们那边交叉传染那么厉害？交叉传染。我想问一下陈明，在你的立场上，如果让你发言，你会说什么？我不是太赞同刚才甜甜和如今的观点，因为在我对自己友情的定义当中，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信任。如果我的朋友像范甜甜一样选择不告诉我，我只能理解成他不信任我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即使他背着我把我的女朋友处理得妥妥当当，他也不会让我觉得温暖，而会让我觉得恐惧。因为这样一个朋友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对我的男朋友下了如此狠手，我都完全不知情。我不知道他接下来在未来的人生中还会做出什么类似的事情，我只会疏远这样的朋友，而不是相信这样的朋友。所以我的人生当中，他不告诉我帮我解决，我会认为他只是不信任我的能力，而不是真心的为我好。我真不信任，因为让我会很恐惧。而如今刚才所说的观点，说我们总要给一个甜蜜的谎言，这点我赞同，但是要有度。如果是小尺度的东西，比如说他平时喜欢抠抠鼻子啊、脚有点臭这些事情，哎呀，你们自己解决就好。但是如果我看到了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会在我的划分标准中意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甜蜜的谎言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维系一辈子最好。但是出轨这件事情，有其一可能就有其二，有其二就有其三，而这件事情会事关到你人生未来的幸福。所以这不是一个幸福与虚伪的选择，是一个眼前的幸福与长久人生幸福的选择。对，我宁愿戳破他，也要让他的人生看到真实的，但是由自己自由选择的意志。好，这是我对朋友的尊重。谢谢大家。我觉得陈明说的特别好，有其一就有其二，有其二就有其三。在小 K 的人生当中，一直有27，连续3下，但是目前你们也只得到63票啊。这个我们让这篇后排马薇薇啊，这个简短的啊，你力量太大，你小心点啊。1分钟，1分钟，1分钟，又轻又快又温柔。不嘛，长一点。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一生中见过这么多的上帝，也没有想过那么多的上帝想要做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好朋友是保护者，不是教导者，不是上帝。你不是知道他人生的一些细节，你就要去教育他成长的。如果你的好朋友真的那么幸运，他能够被一个男人骗一辈子，像如今说的，他吃了一辈子大肠，大肠里一辈子都有细菌，一辈子都有屎，可是他身体依旧健康，你何必要告诉他呢？如果你真的这么有勇气，真的那么想做上帝，你像甜甜一样去帮他解决掉那个男人呢，对不对？你又不肯解决那个男人，又不肯忍受，你解决了谁？解决了你朋友。啊，我们这个先暂时凝固在这儿哈。我们要请2位团长做这个最后的总结陈词了。那蔡团长，请先请。恋情啊，发生在2个恋人之间的感情的标准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忠贞这个条件，也许在人口比较少的时代，每个人必须要占据好一个恋人，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忠贞是一个不可违逆的标准。可是，在现在这个大家这么密切的交集的时代，我们在网络上就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那是我们一天在网络上面遇到的人，可能比起古时候他一辈子遇到的人的人数都要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恋爱当中，忠贞这个标准是不是还是最高标准？这个是我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出发点。我认为忠贞并不再是那么严格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当你的朋友要多事的替你来决定他谈恋爱的对象够不够忠贞的时候，他采用的标准未必是你想要采用的标准。所以，一旦你这个多事的朋友他采取了一个比你严格的标准，你的感情受到的干扰就是不必要的干扰，因为那个人采取了一个过严的标准。我认为2个人在一起要克服的问题很多。地位的差别，可能是双方家庭背景的不同，可能是2人个性的不同。
我碰到很多男女情侣分手是说我们个性不合，而不是说他不够忠贞啊。忠贞并不是爱情里面最严格、最重要的那一个标准。所以如果大家只是这么大惊小怪的把出不出轨当成是唯一要把别人拆散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准则的话，我认为是太天真了。所以我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对忠贞的标准各不相同，所以让恋人们自己决定忠贞在他们的两人关系当中有多么重要，而不需要你来多事，这是我的建议。忠贞不再是一个标准吗？你叫你妈干嘛？好，金星老师。我想说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首先想，这件事情，我的好朋友她男朋友出轨，我亲眼看没看到？我看到了以后，然后我会善意的提醒，因为他们两个在恋爱阶段，也许我的闺蜜我貌似我了解她，但也许她就好这口呢。对吧？也许我的闺蜜也在出轨呢，那我就善意的提醒她，因为他们两个在谈恋爱当中还没有步入到契约状态，结婚是个契约精神。当我们俩 commitment， 英语叫 commitment 呢，如果我决定嫁给他，这个忠贞呢就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了。但两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有空间。那我作为闺蜜，我会提醒她，我看见了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在不在意？如果你不在意，祝你幸福；如果你在意的话，你相信我的眼睛，我是你闺蜜，我告诉你了，仅此而已。我不启动一个拆散的作用，而是提醒，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对，非常好。那咱们商量一个暗号吧。比如说你的眉毛有点一高一低哦，意思就是你回家去查一查。艾丽问你那割眼袋呢？割眼袋可以啊，对可以。你该割眼袋了啊！这个好，这个好，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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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哎，我帮你综合，就是回去就说，你的眼袋怎么一高一低啊？对，这个比较理解。对，这个在自然界很少发生啊。对对，你的眼袋怎么一高一低呀？哎，我已经结婚了，我不是恋人状态啊。哦，那我绝不告诉你的眼袋一高一低，好吧？谢谢。好，大 S 关于这个话题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因为我的想法跟那个金星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我亲眼看到的话，我才会告诉他。如果我只是听人家说空穴来风，那我绝对不会说。那亲眼看到的标准要看到什么呢？比如说他们两个牵手算吗？要看他们牵手去哪里。如果说，比如说他们只是在工作场合上，然后比如说我说康永哥，这样就不算。可是如果他们是十指紧扣的走在，比如说公园里，或者是那种比较浪漫的地方，你就判断这两个人是在出轨。我不会判断他会出轨，但我会跟我的朋友讲说，我看到你的男友跟一个女生十指紧扣走在哪里哪里。我觉得这个标准，这个客观标准真的太难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十指紧扣那个瞬间他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你就是要发现他两个人确实是十指紧扣，而且两个人的眼袋都一高一低，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出了问题了。